一起来看精彩短剧，我用新生灵万物成了全家娇气包故事解说。故事开篇，女主桑洛意外穿进一本已然完结的小说，接手了原主濒死的身体。此刻的她孤身躺在漫天大雪的街边，严寒浸透全身，身体早已冻得麻木，深陷冻死的绝境。她清楚原主的悲惨过往，亲生父亲婚内出轨，父亲的白月光带着私生女登堂入室，偏心的亲哥彻底偏袒外人，最终联手私生女，将无辜的原主狠心丢弃在雪地，任由她活活冻死。桑洛传来的时机极差，全书剧情已然落幕，所有人的命运尘埃落定，唯独他在结局节点仓促降临，直面必死困局。绝境之中，桑洛满心不甘，暗暗下定决心，绝地翻盘，绝不草草丧命。恍惚间，耳边响起细碎的陌生声响，他起初以为是濒死产生的幻听，不耐的出声驱赶。很快，桑洛察觉异常，这并非幻听，路边的路灯竟然开口说话。一盏值守70年的老路灯疲惫不堪，常年无休的工作让他早已心生退意，只想好好休息。但看着濒临冻死的桑洛，他终究心软，叮嘱他咬牙坚持。5分钟后会有车辆途经此处，让他务必抓住逃生机会，千万不能冻死在自己灯体上，免得年年有人烧纸熏脏灯罩。旁边另一盏造价千万、自带神迹的路灯格外傲气，时常炫耀自身价值，与勤恳隐忍的老路灯形成鲜明对比。两盏路灯低声闲谈之际，途经的车辆发现了路边蜷缩的桑洛，司机立刻停车，众人连忙下车将他扶起，小心翼翼抱上车，全开车内暖风，为他驱散寒意。死里逃生的桑洛满心感激，当即向众人道谢。车上众人见桑洛精神尚可，笑着调侃他大概率无需就医。可桑洛神色严肃，直言车上的老者裴鹤年5分钟之内就会突发急症离世。这番话瞬间引来众人不满，随行随从当场斥责桑洛忘恩负义。裴家老爷好心救他，他却出言诅咒，吐槽自己怕是救回了一个煞星。同行的年轻人也打趣老爷子，都到了危急关头，还有心思说笑。但桑洛态度无比坚定，反复催促众人立刻赶往医院，否则老爷子绝对撑不过片刻。裴鹤年被反复催促，心生晦气，当即恼怒地勒令桑洛下车。面对众人的质疑、嘲讽与驱赶，桑洛坦然道出自己的特殊能力，他能听见人体心脏的心声。为了佐证所言非虚，他当场模仿起裴鹤年心脏的疲惫状态。那颗心脏常年超负荷运转，早已疲惫不堪，一心想要罢工休息，坦言最多再坚持半小时便彻底无力支撑。即便如此，众人依旧认定他装神弄鬼，揣测他是身无分文，想借着故弄玄虚的由头蹭车蹭检查，博取同情，纷纷催促他下车，不愿再理会。桑洛没有过多辩解，只是诚恳劝说裴鹤年，生命可贵，以他的身份更该珍惜，不妨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这番恳切的劝说让原本暴怒的裴鹤年动了心思，最终决定驱车前往医院检查。随从满心不解，暗自吐槽桑洛胆大妄为，竟敢对裴家老爷说教，笃定他很快就会暴露拙劣的小心思。而桑洛心中十分清楚，眼前的老者是顶级豪门裴家的掌权人裴鹤年，是书中仅短暂登场一次的重磅人物。裴家底蕴深厚，远超三流豪门桑家，桑家甚至挤不进裴家的社交圈层。更令人惊叹的是，裴鹤年还有6个天资卓绝，个个是人中龙凤的孙子。一行人抵达医院后，裴家家人陆续赶来，见老爷子面色康健，毫无异样，全都满心疑惑。众人深知老爷子近期刚做完全套体检，身体各项指标完全正常，无任何基础病症。恰逢国内最年轻的中西医双料天才、心内科专家裴家三少裴旭在场，众人立刻让他为老爷子细致复检。一番全面检查后，裴旭拿出完整报告，明确告知所有人，裴鹤年身体康健，无任何病变隐患。家人见状，彻底认定桑洛是蓄意撒谎骗人。众人纷纷指责桑洛心机深沉，笃定他是谎称老爷子病重，借机蹭车来医院，实则是想治疗自己身上的冻疮。有人更是直言，自己曾被这类外表单纯可怜、内里自私虚伪的女人欺骗，一眼看穿了他博取同情的小心机，吐槽他目的达成还赖在医院不肯离开。就在众人轮番指责、嘲讽之际，桑洛突然头晕目眩，身体不适，顺势开口请求医护人员为自己挂急诊。这番举动让众人更加笃定他在刻意演戏，装可怜博关注。所有人都知道，裴家三少最厌恶这类惺惺作态、博取同情的人。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，裴家手下管秋奉命带着桑洛前去挂号治疗。旁人满脸不解，疑惑裴家为何偏袒一个刻意装可怜的陌生人。就在众人暗自吐槽桑洛死皮赖脸纠缠不休时，原本康健无恙的裴鹤年突然剧痛缠身，当场倒地，突发急症。
家人们瞬间慌乱失措，立刻呼叫医护人员紧急抢救。这一刻，所有人彻底相信了桑洛此前的预判，心中满是愧疚与懊悔。经过一夜的全力救治，裴鹤年成功脱离生命危险，转危为安。裴家众人纷纷感慨，若是没有桑洛的精准预判和及时提醒，老爷子根本撑不到抢救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众人纷纷自责，懊悔自己不分青红皂白误解，嘲讽桑洛识人不清，错怪了善良之人。次日，桑洛前来病房探望裴鹤年，裴家人立刻热情迎接，满心感激地向他道谢，直言他是裴家的救命恩人。见桑洛身体虚弱，众人连忙招呼他落座休息，诚恳为之前的偏见与误解道歉。桑洛心性纯粹通透，甚至没有听出众人此前话语中的嘲讽之意，坦然接受了道歉。裴家人看着不计前嫌、善良通透的他，心中愈发愧疚，当即提出为他安排顶级单人病房，全权承担他所有的治疗和休养费用，以此报答救命之恩。桑洛礼貌婉拒了这份好意，坦言裴鹤年此前出手相救，让自己免于冻死雪地。二人算是双向救赎，互相成全，无需这般客气。这番通透善良的话语让裴家人好感倍增，纷纷感慨，这般纯粹善良的女孩绝不可能是外界传言的白眼狼。为表谢意，裴家人拿出一张存有500万现金的银行卡，执意赠与桑洛，坦言这份心意不足以报答救命之恩，只是聊表心意。众人寒暄之际，桑洛脑海中涌入原主尘封多年的记忆碎片。记忆里，年幼的洛洛面对母亲孟婉晴的离婚询问，格外懂事。小小的洛洛告诉母亲，只要离婚能让母亲开心，自己全力支持，会永远陪伴母亲。面对满心愧疚、自责没能给她完整家庭的母亲，小洛洛温柔宽慰，告诉母亲，首先是自己，其次才是母亲，只求母亲往后平安喜乐，不再难过。桑洛瞬间醒悟，这段记忆里的温柔女人，正是原主失散10多年的亲生母亲，也是自己穿越后的母亲孟婉晴。回过神的桑洛坦然报出自己的姓名，听闻桑洛2字，在场的孟婉晴瞬间怔住。她万万没有想到，自己失散10多年，一直背负白眼狼骂名的亲生女儿，竟然就在眼前。孟婉晴又惊又痛，连忙询问女儿为何会寒冬独自流落街头，险些冻死在外。桑洛坦然道出全部遭遇，他是被偏心的父亲桑世宏亲哥桑生，连同父亲的白月光和对方的私生女联手赶出家门，寒冬那月身着睡衣被弃雪地，而这一切的起因都是继妹桑晴的恶意诬陷。不分是非的桑世宏与桑生全然不信桑洛的辩解，执意将他逐出家门。桑洛顺势解开了母女多年的误会，当年他并非主动背弃母亲，选择留在父亲身边，实则是萧氏后以拖延离婚，阻隔母女相见作为要挟，逼迫年幼的他说出背离母亲的话语，目的就是击垮孟婉晴，逼得他一无所有，回头妥协。桑洛还告诉母亲，时至今日，桑世宏依旧狂妄自大，笃定孟婉晴终会回头求他，甚至扬言即便他回头，也只配做小三。但他深知自己的母亲心性坚韧，绝不会妥协低头。听完女儿的委屈遭遇，孟婉晴心痛不已，满心都是亏欠。一旁的裴鹤年见状，当即决定认桑洛做义女，让他改口叫自己爸爸，彻底脱离桑家苦海。这个决定让桑洛无比纠结，二人年纪相差不大，若是认了裴鹤年为父，自己便不知该如何称呼亲生母亲，场面太过怪异。裴鹤年态度强硬，执意敲定认亲事宜。孟婉晴连忙阻拦，直言桑洛是自己的亲生女儿，想要将女儿留在身边。裴鹤年笑着调侃他敢和自己抢孙女，孟婉晴急忙解释，再三确认桑洛就是自己失散多年的骨肉。积压10多年的误会一朝解开，母女2人终于正式相认。在场众人看着懂事善良、通透纯粹的桑洛，纷纷感慨外界传言不实，这般有爱心的女孩根本不可能是忘恩负义的白眼狼。最终裴鹤年折中定论，正式将桑洛认作裴家孙女，纳入裴家户籍，还立刻吩咐家人筹备盛大认亲宴，当众官宣桑洛的身份。裴家6位少爷得知自己多了一个妹妹，个个欣喜不已，满心期待与妹妹相见，精心整理着装，想要留下好印象。可下人随即通报，桑洛先行返回桑家，稍后再赴裴家，众人只能暂且压下期待。一路陪伴桑洛的路灯见他绝境逢生，即将开启新生活，纷纷主动靠近，诉说着满心思念。桑洛重回许久未归的桑家，一直伪装乖巧温柔的继妹桑晴立刻上前假意关切，询问他多日去向，装作忧心忡忡的模样。桑洛一眼看穿他的虚伪，直接戳破其心思，直言他并非担心自己的安危，只是害怕自己冻死雪地，让他彻底失去拿捏抹黑自己的机会。桑晴被戳穿心思，
依旧故作委屈懵懂，反问桑洛为何误解自己。桑洛不再虚与委蛇，直接点破小说原著剧情。这本书名为《坏女人她全都要》。桑晴5岁进入桑家后，便靠着极致伪装与心机，一步步夺走原主的亲情、宠爱、人脉，甚至未婚夫，霸占了原主所有的人生机遇。桑洛坦言四下无人，让桑晴不必继续演戏。可桑晴依旧拒不承认，佯装无辜。就在这时，亲哥桑生匆匆赶来，进门便不分青红皂白斥责桑洛，认定是他无端欺负乖巧懂事的桑晴。桑晴立刻开启绿茶模式，主动示弱，谎称是自己脚步不稳不慎摔倒，与桑洛无关。假意劝说哥哥不要责怪桑洛。看着桑晴熟练的表演，桑洛内心毫无波澜，只觉可笑。桑生彻底被蒙蔽，对着桑洛厉声斥责，怒骂他吃里扒外，不知感恩。就是重提，指责他泄露公司标书，导致桑家竞标惨败。桑洛郑重澄清，标书是桑晴偷窃陷害，自己从未做过损害家族的事。可偏心的桑生全然不信，认定人赃俱获，事实确凿，怒斥桑洛死不悔改，甚至狠心嘲讽，直言当初就该任由他冻死雪地，不该心软将他留下。桑洛冷眼旁观，彻底看透原生家庭的冷漠与偏心，心中再无半分留恋。一路默默守护桑洛的路灯，见他屡屡被桑家人欺凌辱骂，纷纷暴怒不已，接连出声替他抱不平，怒斥桑家人善恶不分，识人不明。顷刻间气场涌动，屋内突发轻微震动，房顶吊灯剧烈摇晃，径直砸向桑世宏。吊灯精准砸中桑世宏，让他当场受伤。桑生和桑晴慌忙上前查看伤势，桑晴立刻借机道德绑架，指责桑洛冷血无情，父亲重伤在地，他却毫无动容，还想着转身离开。桑洛淡然回怼，双方早已断绝关系，自己没有义务为绝情偏心的父亲养老送终。桑世宏大怒，怒斥桑洛是丧门星，归家便惹祸害人。桑洛不再隐忍，直言自己若是真的命带煞，他早已遭殃，如今的遭遇纯属咎由自取，报应不爽。桑晴依旧不死心，继续假意劝说，谎称担心桑洛无家可归，处境艰难。桑洛当众拆穿他的险恶用心，直言他就是想逼迫自己留下照顾桑世宏，让自己日复一日忍受刁难，受尽委屈，看自己狼狈不堪，他才能称心如意。前世原主便是这般被桑晴算计消耗，如今桑洛绝不会重蹈覆辙。旁人见状，纷纷感慨桑洛终于清醒，彻底看清了桑晴的虚伪真面目。桑生依旧全力维护桑晴，厉声呵斥桑洛，不准桑晴再称呼他姐姐，直言桑洛早已被逐出桑家，自己没有这般不知好歹的妹妹。桑洛瞬间气场全开，淡然告知二人，如今的自己早已今非昔比，桑生和桑晴拥有的亲情，他尽数拥有。裴家6位哥哥个个优秀，极度护短，反观桑生这般眼盲心瞎、偏心刻薄的哥哥，他根本不屑拥有。桑晴满脸震惊，全然不敢相信桑洛口中6个哥哥的来历。就在此时，孟婉晴匆匆赶来桑家。桑晴见状满心警惕，误以为孟婉晴是回来争抢家产、争夺家庭地位的。孟婉晴连忙解释，得知女儿独自回桑家，放心不下她的安危，特意赶来探望。看到母亲赶来，桑洛瞬间卸下满身锋芒，满心委屈。桑家人看着气场强大的孟婉晴，暗自揣测她的来意。桑世宏依旧傲慢刻薄，出言嘲讽孟婉晴，认定她改嫁后日子落魄，特意回头祈求自己原谅，想要重回桑家。桑洛暗自气愤，深知母亲如今的丈夫是裴家家主，是桑世宏终生高攀不起的存在，对方却依旧眼界狭隘，狂妄自大。恰逢送照片的老师在场，众人看着拍摄精美的照片连连称赞。一旁围观的路人借机嘲讽孟婉晴境遇落魄，甚至出言轻视农民劳动者，言语间满是傲慢偏见。桑洛立刻出面回怼，直言农民劳作辛苦，世人衣食皆源于劳动，劳动最光荣，无人有资格轻视底层劳动者。一番有理有据的反驳，让嘲讽者哑口无言，颜面尽失。裴家6位少爷更是人中龙凤，卓尔不凡。桑洛心中了然，若是众人知晓裴老新任的孙女就是自己，必然会无比震惊，追悔莫及。此前嘲讽孟婉晴的人，还故作善意想要资助生活费，假意施舍同情，被旁人连忙拦下劝阻。此时裴家下人前来汇报，行李物品已全部整理完毕，随时可以启程返回裴家。陪伴桑洛的路灯纷纷躁动，都想跟随他一同离开，长久陪伴。桑洛温柔安抚路灯，和他们温柔道别，承诺日后定会时常回来看望。临行前，他向救命的路灯再三道谢，想要为其定制专属外壳，安排专人养护报恩。路灯温柔婉拒，坦言自己有公职编制，
坚守路边，照亮行人是自身使命，只想留在岗位发光，不愿成为私人装饰。桑洛尊重其选择，承诺日后定会出资翻新修缮。告别路灯后，桑洛跟随母亲潇洒离开桑家。桑家人依旧心存偏见，笃定母女二人回去后生活清贫拮据，还愚蠢地认为这场纷争最终是桑秦大获全胜。回到气派尊贵的裴家府邸，众人早已等候多时。裴家少爷裴行宇见到桑洛，满脸诧异，直言二人同校，桑洛在学校名气极大。旁人顺势打趣，让裴行宇往后多多关照妹妹。裴老爷子看着软萌乖巧的桑洛，满心宠溺，直言这是自己心心念念的孙女，贴心告知2楼已备好专属房间，有任何不满均可随时调整。桑洛礼貌道谢，坦然接受裴家人的善意。孟婉晴看着乖巧优秀的女儿，满心欣慰，感慨女儿品性纯良。裴家人察觉桑洛身体不适，纷纷关切询问，主动关怀，直言如今他有6个护短强大的哥哥，往后定会被万般宠爱，再也不会受半点委屈。唯独裴家6少对桑洛心存极大偏见，他早已听闻校内关于桑洛的负面谣言，全然不信他的品性。他单独找到桑洛，厉声质问他是否靠着花言巧语，刻意伪装，欺骗爷爷和家人，混入裴家。裴6少当众罗列莫须有的罪名，指责桑洛在桑家时处处针对桑秦，抢夺他人东西，抄袭设计作品，笃定他来到裴家依旧心机深沉，不安好心，强硬要求他次日收拾行李离开裴家。面对无端指责与刻意驱赶，桑洛丝毫没有退让，淡然回怼偏要留下，让对方有本事亲自将自己赶走。裴6少被激怒，放狠话定会将他赶出裴家。一旁的路灯暗自吐槽，裴6少自幼长在富贵之家，未经世事，心思单纯幼稚。看着气急败坏、幼稚较真的裴6少，桑洛忍不住轻笑。对方愈发愤怒，追问他发笑缘由。桑洛随口谎称听闻2大爷喜提3胎，心生欢喜。这番无厘头的理由，让裴6少直言他是神经病，依旧不肯罢休。桑洛不再理会幼稚的少年，专心梳理翻盘计划。融合原主全部记忆后，他得知了原主的隐藏高光身份。年仅18岁便凭借顶尖珠宝设计天赋，入职国际知名高端品牌流光。入职后佳作频出，爆款不断，是业内公认的新锐黑马，潜力新星。为低调自保，规避桑秦的嫉妒与陷害，原主在校期间刻意隐藏天赋，课程作业只提交不成熟的作品，从不展露真实实力，因此被众人误以为资质平庸。而桑秦正是窃取了原主16岁的成熟设计稿，一举拿下比赛第1名，成功拜入知名设计师卡西门下，风光无限，名利双收。桑洛暗暗下定决心，一定要为原主洗清多年的抄袭污名，让窃取成果颠倒黑白的桑秦付出代价。他立刻联系流光品牌对接人，确认自己当年的作品集仍有存档，心中大石落地。只要找回原版稿件，便能彻底揭穿桑秦的骗局，夺回属于原主的所有荣誉。次日，裴老爷子极致偏爱桑洛，将家中全球限量定制款劳斯莱斯分配给他专属代步。此前裴6少苦苦哀求1年都未能如愿，桑洛刚入裴家便获顶级待遇，让他满心不平衡，忍不住向老爷子抱怨不公，还质疑桑洛驾驭不了豪车。老爷子全然不顾孙子的抱怨，坚定站在桑洛身边，暖心安抚，全然信任。抵达学校后，桑洛依旧承受着同学们的恶意非议，众人依旧认定他是抄袭惯犯，品性低劣，嘲讽他脸皮厚重，还就是重提，抹黑他插足桑秦与贺行止的感情，充当第三者。同学们纷纷议论，贺行止已与桑秦正式交往，郎才女貌，笃定桑洛仍不死心，刻意纠缠。桑洛深知全部真相，原主与贺行止自幼订婚，青梅竹马，感情深厚，所有变故皆因桑秦刻意挑拨、恶意抹黑而起。桑秦常年伪装柔弱善良，不断在贺行止面前诋毁原主，久而久之，贺行止被蒙蔽双眼，疏远原主，偏爱桑秦，最终与其在一起。桑秦在校见到桑洛，依旧假意温柔上前打招呼，当众装作大度释怀的模样，直言早已原谅桑洛的抄袭过错，恳请同学们不要过度苛责，刻意营造善良大度，以德报怨的人设。不明真相的同学纷纷夸赞桑秦善良，反过来指责桑洛不知悔改，毫无感恩之心。桑洛冷眼旁观他拙劣虚假的演技，心中不屑。桑秦的追求者更是主动出面维护，劝说众人不要针对桑洛，双标态度尽显无疑。桑洛心中清醒，旁人偏袒桑秦便是深情暖心，原主坚守婚约便是插足第三者，这般偏见双标实在可笑。课堂之上，老师开启宝石鉴定课程，当众抛出专业难题，让同学们辨别手中宝石的品类与品相，
并宣布首位答对者将获得流光年度大展的入场资格。流光年度大展是珠宝行业顶级盛会，门槛极高，仅限特邀入场，汇聚全球顶尖设计师与重磅作品，含金量极高。同学们满心向往。有人提及大展将展出顶级新锐大师 Wora 的多款重磅作品，众人纷纷感慨 Wora 天赋卓绝，18岁入职流光，2年打造10余款爆款设计，将东方美学融入国际珠宝领域，成功突围海外市场，是无数设计学子的偶像。有同学直言 Wora 的潜力、热度与实力远超桑琴的师傅 Cassie， 只是 Cassie 入行更早，资历更深。桑琴听闻后，立刻刻意吹捧师傅 Cassie， 掩饰自己对 Wora 的嫉妒与向往。还假意感恩，直言自己能拜师成功，全靠当年参赛的优质作品。说完，桑琴眼神挑衅地看向桑洛，暗自炫耀自身成就，笃定桑洛即便有天赋，也永远无法追上自己的脚步。课堂难题无人能解之际，桑琴率先举手作答，自信判定手中宝石为中等品相绿蓝宝石。这个答案并不准确，宝石本体暗自吐槽桑琴眼力拙劣，学艺不精，不仅认错品类，还刻意贬低自身顶级品相。而桑洛早已看清宝石的真实品类与绝佳品相，静静等待时机，准备揭穿错误答案，一举夺回属于自己的荣誉与机遇。